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曾经以酸菜比喻好吃而在中国餐饮界叱咤风云的九毛九，在港股上市公司4年以来，市值竟然蒸发了超过480亿元人民币，跌幅高达94%。九毛九旗下3大核心品牌分别是泰尔酸菜鱼、笋火锅和九毛九西北菜，它们都表现出了承压的迹象。那么说白了呢，就是九毛九关店潮来了。今天不是来跟大家介绍产品的，是想遗憾的告诉大家，九毛九鲜货烧烤，工大店，于这个星期做完之后，15号闭店。有博主表示，九毛九旗下泰尔酸菜鱼、笋火锅等品牌3年仅关闭88家门店，难道真的是年轻人不吃酸菜鱼了吗？不是味道不行，不是口碑崩塌，真正的原因就是一、客单价悄悄涨了100元；2、商场抽成比例最高达25%；3、外卖平台再看一刀，这哪是卖酸菜鱼，简直是跟房东和平台打工。曾经排队2小时的泰二，1年竟关了65家店，九毛九3大品牌全跌了。现在去商场泰二门口的长队早就没有了，午市空3桌，晚市不用等。这个场景搁5年前谁敢信呢？那个时候泰二可是酸菜鱼界的顶流活鱼现杀的噱头，4人不接待的傲娇，把年轻人哄得团团转，排队2个小时吃一条鱼都很乐意。可现在呢？母公司九毛九刚刚被调出港股通，半年营收掉了10%。泰尔酸菜鱼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关店潮。截至2025年的6月末，还有566间餐厅，已经减少了68间门店。泰尔的沈阳门店全部都关闭了。泰尔在上海大约有50家门店，现在呢，一部分店面已经暂停营业。泰尔在杭州23家门店中，有多家门店已经停止了运营。泰尔关店原因无外乎是中国经济下行，餐饮业太卷，其价格卷不过同行。但是有一点呢不可忽视，就是摆脱不了预制菜的魔咒。泰尔对外宣称是用活鱼现做的菜肴，否认是预制菜。但据内部的人士披露呢，泰尔的鱼片、酸菜、调味品都是通过中央厨房统一加工处理，门店只需要简单的烹饪。路媒浙江经视的记者也到杭州的泰尔门店要了3道菜，结果呢7分钟，仅7分钟就端上桌了。这无疑更让顾客怀疑泰尔宣传菜品是现做的真实性。这个到底是不是活鱼做的？这就是活鱼做的哟。那好，那我现在要看一条活鱼。好，我们的现在鱼都挺好，对，现杀的。对，我们鱼都是那个现制的。有记者到南京的泰尔酸菜鱼门店点餐，发现呢，才过了6分钟，招牌鲈鱼酸菜鱼就上桌了，菜花炒肉才用4分钟左右就做好了。店员呢，则是直白地表示，酸菜鱼所用的鱼是统一配送的，只是在门店内现场切片并且腌制。我们的鱼是现杀的吗？我们的很多食材都是每天新鲜到店，然后还有一部分的食材是在那个中央厨房加工。泰尔门店7分钟上3道菜的消息呢，着实是火了。这妥妥的就是预制菜。虽然泰尔自家店员们还在努力证实卖的确实是活鱼，但泰尔接下来的这波操作则是不打自招了。号称活鱼现杀的泰二酸菜鱼，现在改卖冷冻预制菜了。九毛九集团旗下的泰二酸菜鱼最近在山姆超市上架了预制菜产品，一份2.4公斤的家庭装，售价119.9元，算下来是人均40块。要知道泰二当年是靠着活鱼现杀的招牌火遍全国的，现在呢，全国600多家门店只有68家还在用活鱼，其他全改成了统一配送的冷冻鱼柳。对此，消费者最有发言权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深圳泰二只吃过1次，太咸了，自讨苦吃。自己做餐饮的品牌跟人说现杀的，搞预制菜包装在3亩卖，大部分可能去吃的都是死鱼，死鱼是活鱼的1半价。也有人笑称呢，配菜师傅工资很高。看来大家对此都是心知肚明。那么也有消费者披露呢，在3亩店买回来的泰尔酸菜鱼预制菜操作很简单，但是分量很少。有博主表示，泰尔酸菜鱼为何没人吃了冲上了热搜，阅读量破了1.1亿。这家曾经创造排队3小时奇迹的网红餐厅，如今在杭州23家门店，多家已经暂停营业或者歇业关闭。
如果不是罗永浩与西贝的争议啊，恐怕泰尔今天不会面临这样的关注。一场关于食物真实、知情权与行业未来的讨论正在我们面前徐徐的展开。如果翻译成大白话，就是消费者想知道自己吃的到底是什么。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呢，就让一家网红超级连锁餐厅翻了车。据国际金融报报道称，截至2025年6月末，9毛9还拥有729间餐厅，并在今年上半年关闭了88间餐厅，闭店率超过了10%。据21世纪经济报道数据显示，总部在广州的9毛9国际控股有限公司，股价从2021年初巅峰的 37.8 港元，竟然暴跌到了2025年9月19号的 2.18 港元。才仅仅4年的时间，9毛9公司市值就蒸发了将近480亿元人民币。2025年上半年，9毛9营收仅为 27.53 亿元人民币，同比下降了 10.1%， 净利润只有 0.61 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减少了 16.05%。呷哺呷哺曾被称为是中国连锁火锅的第一股，但预计2025年的上半年收入大约只有19亿元。而净亏损呢，则达到了 0.8 到1亿元。呷哺呷哺只好大量缩减门店的规模，光是在2024年就闭店了219家餐厅。而这也反映出了中国餐饮业的现状。2024年，中国餐饮业着实进入了寒冬，去年关闭了409万家门店，闭店率甚至高达了 61.2%。2025年上半年，新注册的餐饮总计为 134.7 万家，但同时注销吊销的门店呢，也高达 105.6 万家。俗话说呀，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不但曾经火爆的网红餐饮遭遇了寒冬，普通餐饮业以及相关的上下游企业也正在面临着严峻的形势。博主四方食材李江经营餐饮食材的生意，他近期采访了多名做冻货的老板与业务员，各厂家业务员哀叹表示，今年市场行情很差，有的厂家甚至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。你哪个工厂的？我安徽灌罗食品。主要是做什么产品？我们主要做那个扇子骨。今年市场怎么样？感觉？我们现在工厂工人都放假了，工资都发不出来，都停工了。这名女业务员表示，去年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工厂的工人还在加班加点。一名男士表示，自己在恰味欢做鸭子系列食品，他说今年市场比往年萧条很多。现在上门的客户一个都看不见，上门的业务员倒是一大堆。以前我们工厂都不会走终端门店的，像现在我们也要走下去跑一些终端，给客户啊我们的经销商啊去拜访一些门店啊。湖南许大师江西区域的负责人小程则表示，现在去见客户的效果只能说是去刷存在感了，到客户那边要么人家回去睡觉了，要么让找下一家。现在他们天天出去跑业务，中间不带休息，而工资方面没有业绩提成，但业务员的工资大部分都来自于业务的提成。该博主到江西抚州桐书路农贸市场对多名冻货老板做了采访。今年感觉生意怎么样？今年生意不怎么，跟往年比怎么样？比往年腰斩，有个进酒店，然后老百姓也没什么钱，这个基建、房地产也不景气，农民工也没赚到钱，所以乡村这块也很节俭，公务员啊他们都出来消费，老百姓来过就出来消费。小万冻品批发的老板娘也哀叹今年好卷，大酒店没生意，单位不能吃冻货，小店也没什么生意，老百姓口袋没钱。今年外面的欠款怎么？好难收啊。风味堂酒店特色菜的老板无奈地表示，今年生意相比去年要差好多，至少下滑了一半，现在也只能是慢慢熬。他说现在食材物价跌得很厉害，辣椒5毛钱一斤，茄子几毛钱一斤，芥菜1块5能买一大把，那些农民都太亏本了。灯辉冻货批发的老板说，现在整个行业其实都没有什么生意，你客户没有生意，我们也没生意，就跟人一起来的。我们没有生意，上面经销商也就没有生意，上面没生意，厂家就没生意，大家都是一路过来的。
广西博主深夜小鱼探访多名的地摊老板，因此了解了广西省南宁等城市摆地摊的实际情况。一名摆地摊5年做烧鸭粉的女摊主表示：“你看现在我老公还没回去，等一下早上6点多他要去进货去买鸭、买一些什么猪脚啊、肉啊，买回来了要自己烤，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。中午12点又得起床了，这个比上班辛苦得多，可能会比打工挣得多一点点。”但是也比打工辛苦。如果说打工有一份稳定的工资，情愿打工，这个苦是每个人都能吃的。我从7点钟出来，熬到早上6点半去，10几个钟，一个人是做不了，必须2个人。这名做烧烤的摊主表示，今年平常一天最少都营业额是1000到2000块，周末能卖到3000块。今年我连1000块都很难卖得到。今年真的生意挺好的，今年不行了。今年我请一个工仔，我工资都发不起。您怎么看现在就是很多烧烤老板说，就营业额直接砍半了，越来越卷。前2个月我还觉得没什么哦，这2个月我突然觉得我都没生意了，觉得确实是很难做，我都没有收入了，就是没有人来消费，就是这个现状。你这里原来是很火的是吗？我们这边的周末都很火的，周末都爆满了，现在不行了。这名老板表示，今年整个餐饮行业生意都腰斩，因为没有人来消费了。说到底呢，是整个环境都不行了，大家都没有钱。他说自己前2年也想开店，但很多朋友开店最后都关了，开了90%都关店了。他庆幸自己没有开店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个就是做餐饮最真实的现状。老板就是跟你说实话了，大部分餐饮真的要完蛋了。我的饭店从2017年开始出租，前后后换了无数批的老板，租金却一直在主动的下降，不降真的没有人来做。那么也有人表示呢，大部分人是负债累累，都没有钱消费了。这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酸。在经济恶化的大环境之下，无论是中国餐饮业巨头，还是餐饮店或是地摊的生意，都是一个特点：生意大幅下滑，甚至是腰斩，内卷严重。而这也真实地反映出了中国民众的真实的生存现状。比起中共利益阶层们的极致享受，普通人只能在一地鸡毛的破碎中努力地活下去。一位孕妇乘酒店电梯，挺着大肚子送外卖，看了真的让人心酸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